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未来有可能不再完全依靠美国的打击能力，这透露出了什么信号呢？各位好，欢迎来到康许说。最近呢，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今后有可能不再完全依靠美国的打击能力，想要拥有自己的远程攻击型导弹。这简单的一句话，透露出来的信息却有很多。那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那首先呢，透露的信息当然是日本政府不满足于目前的武装力量。日本二战战败之后，与美国签订了美日安保条约，从法律上规定了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地位。这种从属地位不仅是政治方面的，还包括军事方面的。虽然表面上美国这些年一直都在向日本出口军事装备，为日本保驾护航，但是这样的装备补给模式更像是一种绑架。美国可以通过控制武器出口来确保日本的军事能力在美国掌控的范围之内。这例如，本来日本想研发自己的隐身战机，这后来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改由从美国进口。因为美国曾经强制性的规定，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群必须从美国进口。从战略上来看，日本军事力量本质上是美国的仆从军，这协助美国进行风控，防止俄罗斯和中国随意的进出西太平洋。日本急于拥有防卫武器，那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如果中日之间爆发战争，中国的导弹可以轻易地覆盖整个日本岛，但是日本却没有什么有效的反制手段，更多的是被动的防守。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日本自个儿也清楚，这一旦中美开战，整个第一岛链都将变成战场，必要时可以直接的放弃。从各个方面的数据来看，中国已经具备了第一岛链内的打击能力。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仅靠日本现有的装备就想要抵抗住这东风导弹的攻击，无异于是痴人说梦。那其次呢，美国这些年也做了一些二线防守的动作。那例如几年前就开始扩建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而这就代表着美国在战争期间可将在日本的军事资产随时的转移到澳洲去。那进一步思考，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规划里头，这日本本土那就是亚太战场，并且可以随时抛弃？很显然，那日本他也留意到了这一点，希望通过拥有进攻性的武器，在关键时刻靠自己把这战线转移到其他地区。之前日本向美国提出的购买大量的战斧导弹，表面上是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重要的一环，但实际上呢，更像是日本寻求宪法突破的宣战。那同样的，美国对日本不断的军事松绑，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没有信心在东亚地区单独的战胜中国？那适当的给日本军事松绑，有利于分担自身的压力。而日本呢，正是看到了中美博弈的夹缝里有军事松绑的机会，所以才会狠狠地想抓住。放在以前的美国，那是绝对不可能同意日本有这样的动作，那仅仅是默许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虽然现在的日本仍然被和平宪法锁住，但是事实上已经有了战争的力量。我们应当留意日本谋求军事正常化的野心。毕竟从2012年开始，这日本的军费已经是稳步上升10年了。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